心智体。我们已经对人的物质身体和星光体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我们研究了在物质层面工作的可见和不可见的身体部分，跟踪了它的活动路线，也分析了它的成长特性，并详细阐述了物质身体的逐步进化。然后我们用类似的方法研究了星光体，追踪它的成长和功能，研究了它在星光层显化时的相关现象以及它的进化。这样我们就对我们所在宇宙7个层面中的2个层面上人类的活动有了一些了解。这样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个层面，心智世界。当我们对此有了了解之后，我们看待事物时就会从物质世界、星光世界和心智世界去展开。我们生活的物质层面以及环绕着它的2个层面，这是个3重区域。人类在地球上的转世也是在这个区域之中展开，也是在这个区域之中，当人类结束某一世的转世生活后，在这里度过过渡期，然后再开始新的转世。这3个同心圆区域是人类的学校和王国，在这里它发展，也是在这里进行进化。在到达启蒙的入门标准之前，它还不能有意识地超越这个区域。进行启蒙是超越这个区域的唯一方法。这第3层区域我们称之为心智世界，不过这个名字并不是神智学家所熟悉的那个名字，一些人翻译为神之领域或者乐土。获得神之领域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里的特性和状况，这里没有什么可以产生痛苦或者悲伤，这是一个特别受到守护的状态，不允许邪恶的入侵。这里也是人类幸福的安息之所，在这里他可以平静地消化他拥有肉身时收获的成果。为了避免混淆，有必要对整个心智世界做一个初步的解释。与其他层面一样，这里也被细分为7个亚层。显著的特点是，这7个亚层被分为2组，一组3个亚层，另一组是4个亚层。上3层是无形的意思，因为它们极其精微；下4层的名字是有形的意思。因此当人在这个层面进行运作的时候，他拥有2套意识的载具。心智体一词可以用来描述这2套载具。我们首先会研究其中较低等的那个，我们可能在讨论时会使用心智体来指代较低等的那个载具。至于较高等的载具，我们称之为因果体。在后续的研究当中，我们会对这个名字有着更清晰的认知。学生们会熟悉高等心智体和低等心智体之间的区别。因果体就是高等心智体，上末那，也就是灵魂的永久性身体，在不同的转世中一直都存在。心智体则指低等心智体，下末那，在转世中死亡之后会进入神之领域，但是当它结束在低等心智层的生活时，这部分就会瓦解。低等心智体，这个意识的载具是由神之领域下4层的物质所构成的。低等心智体也是心智层中较低4个亚层的意识载具。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处于清醒的意识状态时，也是这个身体作用于星光体和物质身体进行显化。在那些进化程度不高的人之中，心智体不能作为独立的意识载具脱离他的物质生活进行运作。当这样一个人锻炼他的心智能力时，他在对自己的心智活动变得有觉知之前，一定要依附于星光层和物质层的物质。心智体是灵魂、思想者的载体，进行他所有的逻辑作业。但是在他早期的生活当中，心智体的构造很薄弱，有些不成熟和无所适从，就像未进化的人星光体那般。构成心智体的物质是很稀有和精微的，我们已经看到了星光物质的稠密度甚至比物质层的以太都小得多。现在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扩大对物质的概念，并拓展至肉眼视觉和星光视觉
都不可见的领域。这种物质太过精微，甚至人们内在的感觉都难以察觉。这种物质属于我们所在宇宙的第5层，从上往下数，或者说倒数第3层，从下往上数。在这种物质当中，灵魂表达为心智，在它往下一层，灵魂表达为感觉。心智层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人的气场当中，它在最外层，它随着人本身的成长和发展而壮大，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转世，它的尺寸和活跃度增加了。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它的这种特性，物质身体在每次转世中都重新进行构建，根据国籍和性别不同有所差异，但是我们认为物质身体的大小与亚特兰蒂斯时期人们身体的大小很接近。在星光体中，我们观察到随着人的进步，它的整合度在增加，但是随着人的不断进化，心智体的尺寸在增长。如果我们去观察一个进化度很低的人，我们会发现很难区分开他的心智体。心智体的进化程度很低，需要特别细心的观察才能看到。接下来我们去观察一个更加进化的人，他尚未踏上灵性成长的道路，但是已经开启了心智体的某些功能，并训练和发展了智力。我们就会注意到他的心智体正在进行非常明确的成长。它是一个组织化的载体，它有着清晰而且明确的轮廓，材料精美，色彩亮丽，不断地散发着活跃的震动，充满生机还有活力。这是心智世界中心智的表达。就其本质而言，它是由精微物质构成的；就其功能而言，它是灵魂显化出的智力载具；就其成长而言，根据智力的发展，每一次转世都会增长。随着心智体的特性和品质变得越来越明晰，心智体的整合程度就会越来越高。它不像星光体那般，当它与星光体和物质身体一起工作时，不会变成一种独特的表达。它的形状是椭圆球形，外形如此，它会渗透进入物质身体和星光体。随着发展，它可以用辐射的光圈把物质身体和星光体包围起来。如我之前所说，随着智力的增加，它的尺寸会变得越来越大。毋庸置疑，随着人类心智更高能力的开发，这种椭圆的球形变成了一种异常美丽和荣耀的存在。星光视觉看不到它，但是属于心智世界的心智视力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它，就像一个生活在物质世界的普通人看不到星光世界的任何事物一样。虽然它是被星光世界所环绕的，直至星光层的感官开启之后才能觉察。所以在物质层面和星光层面感官活跃的人，尽管心智世界包围了我们每一个人，他并不能看到心智世界，看不到任何由心智层的物质组成的思想形态，除非他开启了心智的感官。这些属于心智世界的更敏锐的感官，与我们所熟悉的感官有很大的不同。事实上，感官这个词并不恰当，我们应该说心智层的感觉。当心智与他自己所在世界的事物直接接触时，就像是烤箱对整个物品的表面进行加热一样，没有明显的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器官。我们本应该通过不同的感觉器官去接收这些震动，但是在心智的世界会同时把所有的震动特征都传递到心智体上，心智体同时接收到这些震动，而且它对所有能对心智体施加印象的震动都产生觉知。很难用语言去清晰地表达这种感官是如何毫不混淆地去接收信息的，但最好的描述可能是这样：假如一个受过训练的学生进入那个领域，在那里与另一位学生进行交流，心智是通过颜色、声音和形态来进行沟通的，这样
完整的思想以色彩和音乐画面的形式进行传播，而不是像我们使用的单词符号那样，只能呈现信息的某一个片段。一些读者可能听说过伟大的启蒙者使用色彩语言，也就是众神的语言，来撰写古代的书籍。很多弟子都知晓这种语言。就这种语言采取的形式和色彩而言，它们是来自心智世界的语言。在这里，单一思想的振动会产生形态、语言还有声音，不是心智去构想一种颜色、声音或者形态，它只是去思考一个想法，一种轻微物质中的复杂振动，然后这种想法所建立的振动通过这些方式去表达自己。心智世界的物质不断地进入到这些振动之中，从而产生色彩、声音和形态。如果一个人可以独立于物质身体和星光体，在心智体中进行运作，他会发现自己完全摆脱了感觉器官的限制。不同的感觉器官在低等的世界对不同的振动分别进行回应，每个感觉器官回应的振动都与其他感觉器官不同。然而，当一个人在清醒的意识状态下进行思考，并通过星光体和物质身体一同工作的时候，想法在心智体中产生，然后通过星光体到达物质身体的大脑。当我们思考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使用我们的心智体。心智体是思想的中介，把自己表达为我的意识。我其实是幻象，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我们知道的唯一的我。当我们处理跟物质身体有关的意识时，我们发现这个人对于物质身体中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全部都拥有意识。有一些活动独立于他的意识，他不能知晓那些微小的独立细胞在思考什么，他也不能去理解身体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但是当我们探索心智体时，我们来到了一个与这个人关系非常紧密的领域。这个人似乎把心智体认同为自己。我在想，我知道，我们可以探究这些表达背后的奥秘吗？心智体其实是灵魂在心智体的表达。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似乎是我们研究灵魂的目的所在。但是这种说法似乎只有在我们被限制在清醒意识中时才正确。对于那些研究过人在清醒时意识的人来说，知道这种意识就像星光体的感觉一样，只是我们在寻求灵魂旅途中的一个阶段。如果学会去超越这个阶段，就会理解它也不过是真正的自我进行表达的工具。然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会，或者说不能把自己与他的心智体区分开来。对他们来说，心智体看上去是最高等的表达，是他最高等的载体，是他们可以接触或者意识到的最高等自我。这是个体成长中自然而然和不可避免的状态。因此，个体在这个进化阶段开始去激活这个身体，并把它带入主导性的活动状态。在过去，它让物质身体活跃起来，把物质身体作为意识的载体，并一直使用它进行表达。在人类种族中，进化程度较低的那类，让星光体活跃起来。不过，有众多人已经完成了这方面的部分性工作。在当前的第5种族，人们正在活化心智体，这也是人类现在应该着重去进行的建造——心智体的进化。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关心心智体如何构建以及如何成长。它通过思考成长。我们的想法是我们构建心智体的材料。通过锻炼我们的心智构造，通过开发我们的艺术能力、高等情感，这样我们每天、每月、每年都在实实在在地打造心智体。如果你不去锻炼自己的心智能力，就你心智中的想法而言，你是一个接收器，而非创造者。你一直从外界接收信息，
没有从内在形成自己的想法。如果你是这样度过生活，都是其他人的想法灌满你的心智体，你的心智体中装的都是这些的话，那么一世又一世的生活过后，你的心智体无法成长。一世又一世过后，你的心智体还是之前那样。一世又一世过后，你的生活还是像个未进化的人。只有通过锻炼心智，创造性的使用它的功能，去锻炼心智，与它一起工作，持续的去运用它。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心智体才能成长，真正的人类进化才能继续向前。当你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的那刻，你可能想去改变日常生活中对意识的常规态度，你会开始观察它如何工作。一旦你开始这样做了，你会注意到，如刚才所说的，你的大部分思想根本不是你的思想，仅仅是接受别人的想法。你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不知道这些想法从何而来，那些你不知道从何而来的想法又再次出现，你会开始感觉到，可能带着一丝苦恼和失望，你的心智没有得到高度进化，而是成为了一个思想通道。试着去关照自己，看看你的意识当中有多少内容属于自己，又有多少是来自外部。一天当中，时不时的突然停下来，看看自己在想些什么。在这种突然的检查中，你或许会发现头脑一片空白，这是非常普遍的体验。或者你的想法非常的模糊，你只能在那些想召唤进入心智的东西上留下很轻微的印象。当你这样尝试很多次，并且通过这样的锻炼，让自己比之前变得更加有觉知，然后你就会开始注意你头脑中出现的想法，观察它们进入心智和离开心智时的状态差异。当这些想法在你心智当中停留的时候，你又添加了什么？通过这种方式，你的心智变得非常活跃，并且会开始发挥它的创造力。如果你是个明智的人，你会遵循这样的过程。首先，你会选择允许哪些想法停留在心智当中。每当在头脑当中发现一个好的想法时，你去仔细地思考它，滋养它，加强它，试着丰富最初的想法，然后把这种想法作为良善的使者送入星光世界。当你在头脑之中发现邪恶念头的时候，你要迅速地把它消除掉。现在你会发现，当你的心智欢迎所有良善和有用的想法，拒绝接受所有邪恶的想法时，就会出现以下的结果：会有越来越多良善的念头流入你的心智，邪恶的想法会越来越少，让你的心智充满了良善和有帮助性的想法。其效果是，它会像磁铁一样吸引你周围所有相似的想法。当你拒绝任何邪恶的念头栖息在你周围时，那些接近你的负面想法会被心智体自身的自动机制给反弹回去。心智体将被赋予从所在环境当中吸纳一切善念，排斥一切恶念的特性。它会在良善的层面进行工作，并让这部分变得更加活跃，因此会不断地收集大量的心智材料来形成自身，而且每年都会增长。当这个人最终摆脱星光体和物质身体，进入心智世界的时候，他就会随身携带所收集的材料，他会把这部分意识的内容带入他们真正所属的领域。接下来，他会利用自己在心智世界的这段时间，使用这里存储的所有材料来锻炼自己的能力和力量。在心智世界的过渡期结束时，心智体会把在这个阶段形成的特性传递给永久存在的因果体，从而可以传递至下一次的转世当中。这些功能，当这个人在下一次转世，就会被披上心智世界物质的外衣，为将来在物质层面的生活形成一个组织程度更高、更加进化的心智体。他们会通过星光体和物质身体表达为与生俱来的能力。
就是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时所携带的能力。在这一世的生活当中，我们又继续按照之前描述的方式来收集材料。到了心智世界之后，我们处理这些材料，把它们从分散的思想转变成思考的能力，转变成心智的力量和活动。这就是心智世界的生活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它受制于我们在物质层面生活时对它的使用，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不遗余力地做好我们在下一世的心智体，取决于我们当前在心智体中所做的工作。那么当前一个人对自己心智体使用的程度，对他的进化是非常重要的。它会限制这个人在星光层的活动，通过限制这些活动，从而限制了他在下一世返回物质层面时心智的品质。我们不能把每一次转世的生命分离出来，也不能奇迹般的无中生有。根据我们的播种带来收成，这遵循的是业力法则。庄稼欠收或者丰收，取决于劳动者的播种与耕作。如果我们考虑用来构建心智体的材质，可能会更好地理解上面提到的心智体自发行为。心智体在本质上是与宇宙心智一体的。宇宙心智是储存心智物质的仓库，为心智体的构建提供材料。它们会产生各种振动，根据组合不同，它们的特性和拥有的力量各有差异。心智体自发地从心智库中汲取能够维持其中已经存在的组合物质，因为就像物质身体一样，心智体中的颗粒也是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有颗粒离开的地方会被类似的心智粒子取代。如果这个人发现自己有向恶的倾向，并开始努力去改变这些倾向，他就会建立起一套新的振动。不过，曾经被构建进入心智体的材料会抵制新来的颗粒，因此会产生冲突和痛苦。不过渐渐的，随着旧的粒子被丢弃和替代，心智体会逐渐的对新的振动进行回应。它有能力对外部的环境进行回应，从而被外界同频率的振动吸引。通过改变其组成材料，心智改变了它的特性。它开始排斥邪恶的振动，吸引良善的振动。因此，在最初改变心智体结构时会非常困难。由陈旧材料所构成的心智体会进行抗争。随着心智体构成材料的改变，正确的思考会变得越来越容易。最终，这种新的练习会变成自发进行的，并带来乐趣。另一种帮助心智体成长的方法就是练习专注，那就是把心智体注意力放在固定一点，然后牢牢地固定在那里，不允许它飘忽不定。我们应该训练自己思考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允许我们的心智突然从一件事情转移到另一件事情上，不要为了大量无关紧要的想法而浪费精力。遵循连续的逻辑线路是一种很好的练习方法。通过这种方式，一个想法从之前的另一个想法当中自然而然地发展出来，从而逐渐地培养我们自己的心智特性，让我们的思想变得连续，本质上富有逻辑。因为当心智工作的时候，一个思想以明确有序的方式跟随着另一个思想，这样就会自我加强，成为灵魂在心智世界当中进行活动的工具。这种专注而有序的思考力量发展，会让心智体成为一个轮廓清晰而且明确的载体，会让心智体处于快速的成长之中，处于稳定和平衡之中，由此而带来的进步会得到很好的回报。因果体。现在让我们转到第二个心智体，它有其独特的名字因果体。之所以拥有这个名字，是因为所有的因由都储存于这个身体之中，从这里施加对较低层面的影响。这个身体是马纳斯的身体，是这个人本质的外在形态，它是容器和仓库。
这个人所有的宝藏都永恒地储存在这里。随着他不断地对低等的本性选择放手，会有越来越值得的东西构建进入他的结构之中。所有被编织进入因果体中的一切都是经久不衰的，储存着每一种特质的萌芽，可以被携带进入下一次转世。因此，我们在较低维度的体验完全取决于人永恒存在的这部分的成长和发展。如上所述，因果体是一个人真正形态的展现。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当前人类的进化周期。在因果体出现之前，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有可能为他的转世准备好物质和以他的外衣。激情、情绪和欲望可能会缓慢地凝聚，在星光体中形成业力的特质。但是，直至他完成物质和星光层的成长，直至心智世界的物质开始出现在这些低等的载体之上，才会出现个体化的人。当灵魂的能量开始为他的栖息之处做准备，心智层的物质开始缓慢进化时，一场倾盆大雨会从一直伴随着人类进化的更高层面的海洋中倾泻而下。当它遇到了向上生长、不断拓展的心智材料时，就会与之融合，让其萌发。它们的结合之初就形成了因果体，一个个体化的人也从而出现了。那些可以看得到更高层面的人说，真正的人的形态就像是由最精微的物质所组成的薄膜，它刚刚可以被观察到时，标志着这个个体开始它独立的生活。这个由精微物质组成的无色细致薄膜，是贯穿人类整个进化旅程的身体。它所有的生命都系在从这里延伸出的那条生命线自我之上。生命线自我，也就是进行转世的那部分，它也是所有符合神圣法则事物的接收器，是一切尊贵与和谐特质的容器，因而持久。它标志着人类的成长，标志着人类已经达成的进化阶段。每一个伟大而崇高的思想，每一个纯洁而崇高的感情，都被提升并构建到这里。让我们以一个普通人的生命为例，看看生命当中有多少会向上提升，用于因果体的构建。让我们把因果体想象成一个精致的薄膜，它应该被加强，色彩要变得更加美丽，生命要更加的活跃，光彩四溢。随着这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他的形态要越来越大。在进化的低级阶段，他并没有表现出太多心智的特质，相反的，他表达出的是很多情感还有欲望。他感受到感觉，并追寻那些感觉，他关注的是这些东西，就好像是这个人从他内在生命的构成中延伸出了一点精微的物质，围绕他的心智体聚集起来。心智体延伸进入星光世界，在这里与星光体接触，并与星光体连接，从而形成了一道通路。那些可以通过的东西都可以穿行，也是通过这个通道，人的想法可以向下传递，进入感觉、欲望交织的动物般的世界。思想与这些动物般的激情和情感交织在了一起，因此心智体与星光体纠缠在了一起，它们互相依附，当死亡来临时难以分开。但是如果这个人在较低层面生活时，他拥有着无私的思想，为他所爱的人服务的想法，为了服务他的朋友做出一些牺牲，那么他就构建了一些可以持久存在的东西。他们拥有着更高世界的本性，可以一直活下去。他们可以向上进入因果体，并构成因果体，让因果体变得更加美丽。或许是给因果体增加了第一抹强烈的色彩，或许贯穿这个人的一生，只有很少数这样的东西可以持久的存在，作为这个真正的人成长的食粮。因此他成长非常缓慢，因为这个人生命的其余部分并没有帮助因果体
持续的增长。他所有的出于无知而滋生，并经由行为滋养的邪恶倾向，居住在星光体当中。随着星光体在星光世界的消散，这些邪恶的种子会被吸入内部，并处于潜伏的状态。然后它们会被带入心智体，并继续潜伏在那里，因为心智世界缺乏用于表达的材料。当心智体迎来它的衰败时，这些萌芽又被带入了因果体，在那里它们还是处于潜伏的状态，就像处于假死的状态。而当灵魂回归到物质层面时，途经星光世界，这些萌芽就会被抛出，那些在过去邪恶的倾向就会重新出现。因此因果体可以看作善与恶的宝库，是人的低等载体消散之后所剩余的一切。那些良善的东西会帮助塑造因果体，帮助它的成长，而邪恶的东西作为萌芽留在那里。不过下面提到的情况是一种例外。就一个人在生命当中行的恶而言，当他把自己的邪恶想法付诸现实时，对因果体产生的伤害要比作为将来罪恶和悲伤的萌芽潜伏在里面的伤害大得多。邪恶不仅仅对灵魂的成长无益，如果允许它进行表达的话，它就会带走那些精微而持久的物质，就是这个人自身具有的那些。如果恶行继续持续的进行，在物质身体死亡之后，心智体就会与星光体纠缠在一起，不能完全的释放自己。心智体自身的一些物质会从他身上撕裂下来，当星光体消散时，这撕下来的心智物质又会回到心智世界当中。对这个人而言，这部分就丢失了。这样，如果我们再去想想那道精致的薄膜，在某种程度上，邪恶的活着会削弱这道薄膜，不仅仅延迟了它的成长，而且会让一些东西嵌入其中，让它无法进行构建。就好像这道薄膜的生长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影响，被冻结或者变得萎靡。除此之外，在一般情况下，对因果体造成的伤害不会消失。但是当灵魂在智力和意志上变得越来越强，无私和爱的特质没有同时增长的话，它就会围绕自己所在的中心萎缩下去，不再增长。它会建立起一道自私的围墙，并利用它为小我来发展力量，而不是为了所有的众生。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世界上许多手卷当中所暗示的更具有威胁性和根深蒂固的邪恶状况。灵魂有意识地让自己与神圣法则进行对抗，故意与进化进行对抗，然后因果体受到心智层智力和意志上自私倾向震动的影响，开始收缩，并呈现出黑暗的色调，失去了其特有的耀眼光彩。进化程度较低的灵魂，一般的欲望和心智缺陷并不能造成这样的伤害，只有高度进化的灵魂才能造成如此深远的伤害。而且这个灵魂在心智层面一定拥有着强大的能量，因此智力上的野心、骄傲和力量，若是用于自私的目的，所产生的后果要比那些出于低等的本性而犯下的错误更加危险和致命。法利赛人往往比税吏和罪犯离神之国度更加遥远。黑色魔法师就是沿着这条线路发展的，他们征服了激情和欲望，发展了意志和高等的心智力量，但是他们不乐意把它们作为推动整体进化的力量，而是作为一个个体，他要尽可能地掌控一切，持有一切，而非分享。他们致力于保持分离，而非统一。他们努力地阻碍，而非加速进化。因此，他们与整体的振动并不协调，并处于灵魂分裂的危险之中。这意味着丧失掉所有进化的成果。我们当中所有开始对因果体有所了解的人，可以把发展我们的因果体
当做我们生命的明确目标，我们可以致力于无私的思想当中，为他的成长和活动做出贡献。生生世世，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1000年接着又一个千年，个体的进化持续地进行着，并通过有意识的努力帮助它成长。我们与神圣意志和谐地工作，并实现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所有编织到因果体中的美好都不会消失，它们不会消散，因为这是一个人的本质，永远地存在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根据进化法则，所有邪恶的事物，无论当时它们看上去有多么的强大，都在其自身内部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而那些美好的事物，都在其自身埋下了永恒的种子。这其中的奥秘在于，一切的邪恶都是不和谐的，违反了宇宙法则，因此它或早或晚都会被这条法则打败，撞成碎片，粉碎成尘埃。另一方面，所有良善的与宇宙法则相协调的事物，都会被法则接受，并且发扬光大，它会成为进化支流的一部分，并非我们使正义成为永恒，因此它永远不会消失，也永远不会被摧毁。这里不仅仅存在着人类的希望，而且存在着它最终胜利的确定性。不论成长有多么缓慢，它就在那里；不论路途有多么遥远，总会有终点。我们真正的自我处于进化之中，不能被彻底的摧毁。即使出于愚笨，我们让自己的成长比它应该有的速度更慢，但是不论如何，不论我们的进步多么微小，我们都是在积累之中，它们会永恒的存在。在我们即将迎来的世代当中，它们都是我们的财富。